白内障的手术呢，还有水晶的选择呢，不是越贵越好。我们知道眼睛是一个很微妙的构造，它是一个封闭的空间，一旦细菌进到里面去产生感染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好好去治疗，有可能在1-2天内就会失明。1-2天就失明。相关经济学邀请到的是大学眼科的王俊琪医师，医师你好。你好，是你好。我发现网络上最多人就讨论就是老花跟白内障，其实很多人好像分不出来，要怎么样用最快的方法可以知道自己是老花还是白内障呢？我们把眼睛呢想象一个相机，那老花呢就是我们相机的调焦的功能变差了，就是你可能看远清楚，看近模糊。那有时候你看手机的时候呢，那个字要越放越大，甚至看报纸的时候要拿得很远。那关键的重点就是，你如果配当上一个老花眼镜的时候呢，视力就会恢复清楚。那白内障呢，就是我们的相机的镜头变模糊了。这个时候呢，你不管佩戴什么样的眼镜，看东西都雾雾的，没办法达到清晰的一个效果。那有没有最快的方法可以就是马上辨认出来我们是白内障还是老花呢？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电视字幕测试法。就是我们在看电视字幕的时候呢，如果你发现电视字幕变得模糊不清，甚至呢你看电视的时候要越坐越近，这时候就要怀疑有可能是白内障咯。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眼睛双眼会互相的帮忙，当我们看东西都清楚的时候，你发现说我遮一只眼睛，遮右边，遮左边，有一只眼睛突然变得模糊，甚至视力变得更差的时候，这个也有可能是白内障的一个现象。是，所以医师接下来就透过这张图跟我们大家来叮咛一下就是小心小心，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可能就是有白内障了，对不对？白内障最常见的5大症状呢，就是我们在晚上看东西的时候呢，夜间会有眩光，就是你的车灯啊、路灯它会有炸光的情况，会影响到你的行车安全。那第二个现象就是在我们灯光昏暗或下雨天的时候呢，视力会变得更差，就好像在雾里看东西一样，或者在大雨天看东西一样，非常的模糊。那第三个现象呢，就是我们看东西的对比颜色会变得比较差，就像我们看红绿灯啊，看不清楚。那路标和指标都不清楚，甚至路上的行人他的脸部都看得模糊不清，这个是要高度怀疑。是，对。那第4个呢，就有可能就是说我们在短期间内呢，近视度数突然的暴增。有时候呢，你可能在几个月内啦，或是在1年内呢，近视从几百到1000度。那你的镜片不断的增加，那视力也没办法改善，这时候也可能要怀疑有白内障。那第5个症状就是说你的老花突然变好，有时候长辈会说我最近的老花变好了。白内障产生的时候会产生近视，那近视会代偿我们老花眼的一个症状，所以当老花变好的时候，你就不要太高兴哦，这有可能是白内障报道了。是，医生，我之前看到一个新闻也觉得很震撼就是好莱坞的女明星安海瑟薇，她之前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她就说她有这个早发性的白内障，而且她其实真的很年轻因为她现在是43岁嘛，但她现在之前透露说她是30岁到40岁的这个10年间她的左边的眼睛就曾经有罹患早发性的白内障，然后她说呢是几乎是完全快要失明的一个状况。所以医师这边我们也想要问早发性的白内障它大概会在几岁的时候可能就会发生？那另外就是说哪一些的因素会让白内障提早报道呢？在健保给付的年龄是55岁，那其实呢，最近呢，在门诊蛮常看到40到50岁的白内障的病人，那比例越来越高。那其实有3大危险的一个族群呢，就是会让我们白内障提早发生。第一类的族群就是高度近视。高度近视，对。那我们知道高度近视呢，会让我们的眼球呢提早老化，循环变差。那我们知道我们的人工水晶体，它的营养都来自于一个防水的一个渗透。当我们高度近视结构改变的时候呢，循环就会变差，会让我们的水晶体容易因为变性造成白内障提早。那第2类的族群呢，就是糖尿病。当我们血糖过高时呢，就好像把我们透明的水晶体呢泡在糖水里面一样，就会造成我们的水晶体的氧化压力。那第3类的族群呢，就是长时间暴露在紫外线以下的族群。这类的族群包含了长时间在户外工作的啦，像工地工人啦、渔夫啊、农民啦，或者是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喜欢户外活动的人，像喜欢打高尔夫球啦，或是登山啦，然后冲浪啦，这类的族群，它暴露到紫外线的风险是比较高的。是，记得有些像计程车司机，甚至是卡车的司机，他们实际上好像也会白内障。是的，职业司机呢，他们如果出现白内障的时候呢，如果一眼比较严重
通常我会发现说，比较靠近车窗的那一只眼睛，就是侧车窗那只眼睛，外侧对它的白内障会比较严重跟明显。那甚至有一些眼睛退化性的问题，像眼翳也会比较明显。这些其实都是跟紫外线过度暴露有关的一些退化性的一个疾病。那有没有办法就点眼药水可以阻止白内障发生呢？目前呢，科学跟医学上呢，没有证明说有任何一款眼药水可以减缓白内障或者是消除白内障。所以没有这股东西哦。对，目前健保上给付的那个药水呢，它是对于非常轻微初期的白内障可能有一些延缓的效果，但也不是100%确认是有效果。以前的长辈啊都会讲说，他们发现那个有白内障，以前最常就是看沙眼，看完沙眼的时候觉得说你有白内障说，然后医生跟他讲说，等你熟的时候就跟水煮蛋一样，等到熟了之后再来做。现在医师你会建议这样子吗？如果把白内障放得太熟太硬，会导致我们就像石头一样的时候呢，会增加手术的困难度，更难处理。对，而且呢，过熟的白内障呢，容易导致青光眼提早发作。因为根据美国权威的医学杂志在2021年发表的一个论文，它是根据65岁的病人有做过白内障的跟没有做过白内障的去做比较，他发现说，有做过白内障的病人呢，他们失智症的风险呢可以降低30%，而且他连续追踪10年都是有这个效果的。是，其实呢，眼睛呢跟大脑的连结是非常密切的。是，当我们白内障造成视力模糊的时候，我们长辈不再阅读了，不敢出门了，不敢开车了，那这会造成我们的社交孤立，那减少我们脑部对外界的刺激，会造成失智症容易提早发生。对，所以当然就是要处理它的话，就是因为健保也有给付，可是大家呢去眼科咨询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想说，他们想要得到最好的医疗照护，真的就是越贵越好吗？白内障的手术呢，还有水晶的选择呢，不是越贵越好。一定要选择一个最合适的水晶体和最合适的手术方式，因为包括了有水晶体的选择跟术式的选择。那术式上我们要怎么去认识他们呢？团队最近给哲金看了一个数字，我觉得相当的惊人超过70%的你其实还没有按订阅。如果你一直有在收看，也喜欢我们节目的话，现在我们来按下订阅吧。按下订阅对你来说是免费的，但对整个下班经济学团队来说，有你的支持跟订阅是这个节目能不能继续做下去做得更好的重要关键。基本上我们可以把白内障的手术拆解成2个方面。第一个是手术方式的选择，那目前呢，健保给付的白内障晶体超音波晶体乳化术呢，是一个非常安全成熟的手术。那它的手术步骤呢，就是点局部麻药以后呢，医生用手工的方式呢，在角膜上制造出一个2到3米米的伤口，就切开来。对，在医生手工的施囊后呢，将超音波的探头深入到眼睛内，将我们的白内障的晶体震碎吸除，然后吸出来之后再换新的。对，再把我们的人工的水晶体植入到我们的眼睛里面。是，可是我有看到另外一种叫飞秒雷射的辅助白内障手术，它那个又是什么？飞秒雷射的白内障辅助手术，我们顾名思义，它的辅助就是呢，它把前置的步骤，就是制造伤口、撕开囊口的这个动作呢，把它取代了，用精准的电脑定位跟雷射扫描的方式呢，把我们的白内障呢切成一个小碎块，那医生呢只要将我们的超音波探头进入到眼睛里面，直接把它吸除就可以了。是，超音波适合大部分的白内障病患嘛？是的。那哪一些人就是可以选择飞秒呢？当你的白内障过熟过硬的时候呢，选择了飞秒雷射来做白内障辅助，可以减少我们超音波能量的累积。是，那超音波的能量呢，如果太高的时候呢，通常会对我们的角膜的内皮细胞造成一定的损伤。那还有呢，就是说针对我们的眼睛曾经受过外伤的病人呢，那在做飞秒雷射的时候呢，它一个 OCT 这个辅助呢，可以扫描我们的眼内的状况，让医生提早知道说，我们的眼内有其他地方可能有问题，让我们医生呢在手术中的时候可以提早预备来做预防。是，对。那我有一个很笨的问题那以前如果眼睛做过手术，包括近视手术，那个算眼睛受伤吗？那个不算眼睛受伤。我们说的眼睛受伤就是说曾经受过外伤，这个有时候呢在手术前你比较难提早的发现跟预防。那飞秒雷射呢，它的好处就是它可以针对我们这个部分呢去做提前的扫描，知道说哪个地方是我们的比较需要注意的一个比较弱的一个点。
就是比较精准一些，对不对？那医生，我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做白内障的手术还需要去挑这个人工水晶体嘛？对啊。那要怎么去挑选呢？才不会说，好像花了大钱却不符合本来的预期。我们把水晶体细分成2大块，其实第一个就是闪光的水晶体跟没有闪光的水晶体。是。那只要病人呢，他的角膜的闪光呢超过了临界值，我们所谓的临界值是超过100度以上。就像我的话就一定要了。对，这个时候通常会建议就要放闪光的水晶体，这样你手术后的矫正效果才会好。在功能性方面呢，我们可以分为单焦点、跟沿焦点跟3焦点的水晶体。那单焦点的水晶体顾名思义就是你可以选择看远清楚或是看近清楚。当你选择看远清楚的时候呢，你在看近的时候呢，可能就要辅助一个老花眼镜。当你选择看近清楚的时候呢，你可能就要辅助一个近视的眼镜。沿焦点的水晶体呢，它可以我们提供我们一个从远到中连续的一个视距。当你看近的时候或是非常小的时候，可能只需要辅助一个非常低度数的老花眼镜。那因为呢，沿焦点的水晶体呢，它夜间的眩光比较少。通常啊，如果呢你是以职业驾驶或是夜间开车需求比较多的人呢，那沿焦点的水晶体可能就蛮适合你的。可是还有最后一个3焦点的，这个其实它是自费的，对不对？对。那这个它又是什么呢？3焦点的水晶体呢，就是它的焦点有分远、中、近减少我们呢戴眼镜的一个几率。但是因为我们把光线分成3个焦段所以呢晚上可能在夜间或是灯光昏暗的时候呢，眩光就会比较明显一点。那如果呢你对于视觉的品质要求没有这么高，但是又不想要戴眼镜的患者，这个就蛮适合的。但是呢，如果你是以职业驾驶需求或是常常夜间要开车的人呢，因为他可能会有一些眩光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慎选，可能就不太适合放3焦点的水晶体。是，因为讲到开车了嘛，对不对？今年对高龄驾驶的要求越来越严格那在门诊有遇到类似的情况吗？他现在的规定就是你在70岁的时候换照的时候呢，你的双眼的裸视视觉要 0.6， 单眼要 0.5。你如果戴了眼镜矫正的时候呢，你双眼的视觉至少要 0.8 那我们知道呢，白内障是一点一点慢慢的模糊的所以呢，白内障呢不是让我们突然视力看不见它是让我们慢慢的习惯看不清楚的感觉。其实最近呢，因为高龄驾驶的筛检把年龄降低了5岁，所以最近出现蛮多一些可能接近70岁的人开始来询问白内障手术。是，对，我觉得严格也是对用路人的安全的保障是的。可是因为很多人就是我记得以前的白内障手术里面它可能会有一些后遗症，甚至还有什么2次白内障，这个是正确的资讯吗？白内障的后遗症呢，其实呢，我最常见到的就是病人在手术的隔天呢跟我说，医生，我看得太清楚了，太清楚了。对，他甚至跟我说，医生啊，我回去在上厕所的时候，我发现了我的尿特别的黄，甚至他说，我脸上有一些斑点跟皱纹，他觉得说这个是不是点药啊，还是白内障的一个后遗症？我通常会跟病人说，恭喜你，这个手术非常的成功。对，以前你是白内障的时候，你自带了一个黄色的美颜滤镜，你从来看不清楚你自己的斑有多多，皱纹有多多，所以你现在看清楚了，表示说你的手术非常的成功。那当然还有少数的一些患者在手术的初期，可能在前1个月内呢，眼睛会稍微比较偏干，这也是蛮常见的。那这个通常呢，配合的医生回诊跟点药或适度的点一下人工泪水，通常都可以到达改善跟缓解。刚刚提到的所谓的2次白内障，它其实不是真的白内障因为我们的水晶体呢，它放进眼睛以后呢，它就不会再混浊了。那会混浊的部分呢，是我们原本支撑水晶体的后囊袋它会随着时间呢，我们的细胞会增生，导致后囊袋的混浊。那这个时候呢，病人可能会觉得怎么开始慢慢视力变得模糊了。那这个时候处理很简单，你只要在门诊呢打个雷射，把后囊袋打开，马上视力就可以恢复到以前一样。这个发生率高吗？这个基本上只要有开过白内障手术后的病人都有可能会发生，只是说时间的早晚而已。有些人呢可能在几个月啦，有些人可能是在几年以后才发生。我甚至有遇到过病人可能在开完白内障20年以后才出现这个现象。
但是还是有解决方法的对啦。这个雷射呢是健保有给付的。医生，那如果说他有做白内障手术的人，他在术后的恢复期这段期间，有没有什么禁忌是他不能去做的？第一个，你不能揉眼睛，你忍不住也没办法。所以我们会给病人呢睡觉的时候会有一个戴护目镜，来防止他不自觉的去揉眼睛。那第二个呢，就是不要让脏水进眼。第三个呢，就是不要泡温泉，不要游泳。那按时的点药跟回诊。那出门在外的时候呢，通常会建议要戴护目镜。那户外的时候，阳光很大的时候，会建议要戴一个太阳眼镜。那其实呢，这个5大禁忌最主要目的就是要预防我们手术后的感染。皮肤伤口感染的时候呢，只要涂药就会恢复了。可是我们知道眼睛是一个很微妙的构造，它是个封闭的空间，而且呢，里面充满非常营养的防水跟玻璃体。一旦细菌进到里面去，产生感染的时候，就会在里面大量的增殖，破坏我们的神经。短短的期间内，如果你没有好好去治疗，有可能在1-2天内就会失明。1-2天就失明，这是一个白内障术后最可怕的并发症，也是我们眼科医生最怕的。是，那最后面要请医师啊跟我们分享，如果要预防白内障或者延缓白内障的这个形成发生，应该怎么做呢？第一个呢，就是户外活动的时候呢，会建议要戴帽子跟太阳眼镜。那太阳眼镜要有防护 UV 防护400的功能，目的是要防止紫外线对我们的水晶体的一个氧化。第二呢，就是要严格控管我们的糖尿病跟慢性病。我们知道糖尿病如果高高低低的时候呢，就会引起身体的容易发炎跟白内障的产生。那第三个呢，我们可以多摄取一些抗氧化的饮食。像深绿色的蔬菜啦，5颜6色的蔬果啊，像橄榄菜、芥蓝菜、地瓜叶，这些呢都含有非常丰富的叶黄素跟玉米黄素。那我们可以多摄取一些柑橘类的水果啊，里面有富含维他命 C， 都可以减少呢我们的氧化的压力，从内到外呢，然后减少我们白内障的一个形成。是，今天谢谢医师带来这么多丰富的资讯，谢谢你，谢谢哲青哥，谢谢琼芳。